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来聊聊外太阳系的三大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在中国古代，土星被称为镇星或者田星。据说由于古人发现它呈黄色，而黄色在五行属土，于是就把它命名为土星。在西方，土星是用古代的农神 Saturn 来表示。土星的体积仅次于木星，并与木星同属于巨型气体行星。这类行星也被称为类木行星。它的主要成分是氢，还有少量的氦和其他元素。不过天文学家相信，土星内部的核心包括了岩石和冰，外围则由数层金属氢和气体包裹着。这样的结构使得土星的密度非常小，土星的平均密度不到每立方米 0.7 吨，比水的密度还小。要真的有一个足够大的海洋把土星扔进去，它是能漂在水面上的。在所有的大行星中，土星的轨道离太阳第6远，大约是 9.2 个 AU。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大约是 29.5 年，但是土星的自转速度非常快，自转一圈只需要大约 10.7 个小时。由于自转的非常快，再加上主要由气体组成，土星呈明显的扁球状，赤道谷两极扁。说起土星，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它的行星环了。土星有非常美丽的行星环，正是因为有土星环的存在，就使得土星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大草帽。其实木星、天王星、海王星都有行星环，只不过它们的环要暗淡许多，不像土星环那样明亮、美丽、壮阔，所以也就没有土星环那么出名了。土星环其实就是在太空中无数微小的颗粒受到土星的引力围绕它运转而形成的。这些颗粒从数毫米到数米不等，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冰和尘埃。伽利略是第一个用望远镜发现土星环的人。1610年，当望远镜第一次指向天空，伽利略就发现了土星环。时间到了1655年，惠更斯成为第一个把土星环描述成围绕土星的盘状物的人。土星环非常容易被观察到，现在在观测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者质量优良的双筒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土星环。土星环非常宽，从土星赤道上方7000公里一直延伸到8万公里，但它的厚度却非常薄，只有大约10米。而且通过进一步的观测，天文学家发现土星环分成很多道， A 道和 B 道是最早被发现的，随后人们还发现了更多。如今人们发现土星环上的道超过了14条，它们形成了一道道同心圆，紧紧地围绕着土星。随着我们对土星探测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还会有更多土星环上的道被发现出来。其实按照我的想法，向大家介绍土星主要还是为了引出土星的卫星来。土星拥有数量最多的卫星，现在已经发现的土星卫星就有146颗，而且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还会有更多的土星卫星被发现。在土星众多的卫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土卫六泰坦了。它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浓厚大气的卫星，也是伽利略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之后第一个被发现的外行星卫星。另外，它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的第2大卫星，它的体积仅比木卫3小一点，比水星还要大。科学家们在土卫六上发现了大量的甲烷，这些甲烷甚至能够形成湖泊和海洋。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左侧的就是卡西尼号探测器拍摄的土卫六上甲烷形成的极地云，而右侧的照片就是地球上水或者水冰形成的极地云。这2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的相似？由于甲烷一般是生物过程的产物，因此土卫六被天文学家认为是太阳系内最有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天体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在完成了探测任务之后，为了不对土卫六造成生物污染，在地面的控制下坠入了土星大气，
这段情景怎么听起来都显得有点壮烈。关于土卫六，我会另做节目向大家介绍，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让咱们去看一下下一颗行星天王星。天王星在英语里叫 Uranus， 是古希腊神话里第一代神王，也就是天空之神。他是宙斯的祖父，所以中文译名是天王星。在西方文化中，天王星是太阳系中唯一以希腊神祇命名的行星，其他的行星都是按照罗马神祇来命名的。与在古代就为人们所知的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相比，天王星的亮度虽然肉眼可见，但确实是十分暗淡，加之缓慢的绕行速度，因此古人并不认为它是一颗行星。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通过天文望远镜，在他独创的分区观测法上确定了天王星的行星身份，因此它也是第一个被用望远镜发现的行星。天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大约是19个 AU， 公转周期大约是 84.3 年，这使它长期不被认为是行星的一个主要原因。天王星的体积在大行星中仅次于木星和土星，排在第3位，但由于密度小，质量比海王星稍小，排在第4位。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天王星的颜色是青色中透出一点蓝，其实天王星的颜色应该再青一点才对。前面我介绍土星环的时候曾经提到，天王星也有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天王星的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天王星的环有13道，这些环由大小从几毫米到几米的极端黑暗颗粒物质组成。通过动力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相比于天王星，天王星环还非常年轻，这表明天王星环与天王星不是同时形成的，环中的物质可能来自被高速撞击或者被潮汐力撕碎的卫星。如果真的某卫星被潮汐力撕碎，这表示卫星与天王星的距离已经突破了洛希极限。这个洛希极限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又是感觉很耳熟？对，还是在《流浪地球》里说地球即将进入木星的洛希极限而被撕碎。其实洛希极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我们说洛希极限通常要具体到特定的较大天体和特定的较小天体。就比如木星对地球的洛希极限就与木星对它的卫星木卫三的洛希极限是不同的，它还涉及到较小天体的质地、抗拉强度等因素。通过计算我们就能知道，木星对地球的洛希极限在木星半径范围以内，也就是说即使地球已经撞到了木星表面，依然不会被撕碎。地球撞向木星就会像一颗子弹，整体的打入木星的身体，再翻转破碎。电影在这儿又忽悠了一次大家。其实我觉得想拍出好的科幻电影，特别是那些号称自己是硬科幻的作品，在一些和科学有关的细节上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的，不要与目前的科学认知出现明显的违背，不然看起来就太假了。当然这仅仅是对硬科幻而言，像星球大战、基地那样的软科幻作品就另当别论。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天王星。说起天王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自转了。天王星自转轴的倾角只有 0.77 度，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说白了，天王星几乎是躺在自己轨道平面上滚动着自转的，这在太阳系的大行星里是独一无二的。到目前为止，天王星被发现的天然卫星有28颗，其中最大的卫星叫 Titania， 它是一颗直径1580公里的固体卫星，有一个岩石的核心，而它的外层是冰层。天文学家认为Titania 的岩石核心和外层的冰层之间有可能存在着液态水，所以 Titania 也有可能有生命的存在。说完了 Titania， 咱们下面再来看一看海王星。由于观测到的天王星的轨道和依据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天王星轨道存在着些许差异，天文学家预测
在天王星轨道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一颗大行星，并且给出了这颗计算出来的大行星可能的位置、轨道和质量。1846年，根据计算的数据，天文学家在计算的位置附近发现了海王星，因此海王星是第一颗通过计算发现的行星，它是太阳系8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远的大行星，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达到了30亿有。海王星的体积比天王星稍小，但因为密度比较高，质量却比天王星稍大。此外，它的很多物理参数也和天王星相似。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海王星和天王星的物理参数的一些对比。海王星甚至连颜色也和天王星差不多。大家请看屏幕，位于屏幕上方的是旅行者2号探测器拍出来的天王星和海王星。我们看到，相比于天王星，海王星显得更蓝，但其实上方2张照片的白平衡标准是不同的。当我们把2张照片的白平衡标准调为相同的时候，就是屏幕下方的2张照片。大家看颜色是不是差不多了？海王星只不过比天王星稍稍蓝了一点儿。造成这种蓝色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大气中含有甲烷。其实海王星的大气成分和天王星的大气成分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天王星的大气中有浓雾，所以看起来没有海王星蓝。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人们戏称海王星是天王星的孪生兄弟。海王星英语叫做 Neptune， 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所以中文的译名是海王星。我们前面也曾提到，海王星也有行星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到的海王星的行星环。不管是木星的环还是海王星、天王星的环，相比土星环都非常小，也非常暗，所以只能在专业的设备下才能观测到。最后说一下海王星的卫星吧。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16颗海王星的天然卫星，其中最大的是海卫一，它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直径的 80%， 所以即便在太阳系内也算是体型巨大的卫星了。但海卫一的平均密度明显低于月球，说明它的结构要比月球松散。海卫一绕海王星的运行方式也非常有趣。首先，和它的母星一样，海卫一也是逆行绕行海王星的，这表明海卫一很可能是被海王星捕获的原来位于柯伊伯带内的小天体。第二，由于海卫一处于海王星的同步轨道，就是像地球同步卫星轨道一样，而海卫一还在不断的接近海王星。36亿年以后，海卫一将达到洛希极限，被海王星撕碎。为什么海卫一会被海王星撕碎，而地球不会被木星撕碎呢？那是因为地球的密度要远远高于海卫一，换句话说就是地球要比海卫一紧实得多，自然不容易被撕碎。在这儿，大自然又给我们地球送了一道厚礼。好了，到这儿我就把太阳系的8大行星大致的情况向大家介绍完了。谢谢您的观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将介绍那些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殖民地的星球：月球、火星、木卫3、土卫6。欢迎您继续观赏。最后，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